4月11号，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式开启。在接下来的17天里，双方近1.8万军人，除进行2栖登陆、联合反恐等常规科目外，还首次设置海上实弹射击演习。而演习地点也非常敏感，距中国台湾地区仅1步之遥。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澳大利亚也受邀出席此次军演。当地时间11号，美菲两军举行开幕仪式，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本月28号。这场号称美菲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包括了4个军种的约12200名美军官兵，以及5400名菲律宾官兵，比去年8900人的联演规模足足增加了近1倍。据悉，两军将在海上安全任务、两栖作战行动、实弹射击训练和空降行动方面开展联合演练。与此前的联演有所不同，今年专门设置了海上实弹射击演习，显示出美菲联合军演涉及的领域和实战化程度有了阶段性提升。此外，双方还增加了网络防御演练和爱国者导弹防空演习。近年来，美国与盟友频繁开展网络攻防演习，但这类演习主要集中在北约内部或其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之间。有分析指出，美菲此次军演加入该内容，表明美国有意提升与菲律宾的关系等级。而举行爱国者导弹防空演习，也说明美国想通过弥补菲律宾防空实力的短板，怂恿菲律宾与其他大国进行军事对抗。那么从这些科目我们可以看到，最突出的是两栖作战和空降作战。那么这种作战，它所选择的目标就是岛屿作战，也就是说，它标志着在今后南海有争端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跟菲律宾有争端的一些地方，那美国是和菲律宾要联合行动的。据悉，此次联演的地点位于吕宋岛北部巴拉望岛和安第克省。上周，菲律宾政府正式公布了今年2月同意向美军开放的4个新增军事基地的具体位置，明显非常具有战略性。其中的3个位于菲律宾北部吕宋岛，与中国台湾仅隔一个巴士海峡，是菲律宾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另外一处基地位于非西部直面南海岛礁第1线的巴拉望省巴拉巴克岛。如此一来，非提供给美军的总共9个基地中有6个直接面向台海或南海。演习的地点是在美国刚取得在菲律宾4个新开设的基地这一带，所以通过演习呢，它有检验这些基地的作用。根本的目的就要通过军演显示美国在南海地区它的军事存在，同时的话还要显示的话，它的军事同盟在这一带起作用。有分析指出，菲律宾位于美国打造的第1岛链的中间位置，且正对中国大陆腹地，处于印太关键通道，是美国岛链战略的重中之重。相比美国在日韩已有大型基地和大量驻军，菲律宾则是美国急于加强的环节。需要警惕的是，美菲此次肩并肩联演还特别邀请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参加。澳大利亚方面派遣了100多人直接参与联演，而日本则以观察员方式参演。事实上，日菲近年来持续加强双方军事合作。去年，日本派出了2架 F-15战斗机到菲律宾进行所谓防务交流。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2艘军舰访问菲律宾，加上日本陆上自卫队派遣观察员参加盾牌演习，日本的海陆空力量已全部登陆菲律宾，充分暴露出日本想要以菲律宾为跳板介入南海局势的野心。与此同时，美日澳菲4边合作也在推进。今年2月，澳大利亚防长访菲，双方表示将探讨在南海开展联合巡航。总体看，此轮美菲军事关系的强化呈现美方主导、推进速度较快、全方位铺开，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美国人的考虑呢，那么不光体现军事同盟的性质，他还想把这个菲律宾呢变成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所以菲律宾它实际上它有一个借力平衡的策略，同时的话呢，它又不愿意完全被美国圈着走，所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他明确讲，他说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这4个基地来对别人进行攻击。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把菲律宾判断成为围堵中国的桥头堡，恐怕目前还理由不够充分，为之过早。对于美菲联演，在外交部10号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作出回应。
有关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应当致力于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不是相反。美菲军事合作不得介入南海争议，更不得损害中方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安全利益。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去年6月上台以来，美菲军事关系不断升温，但菲律宾国内对此存在巨大的反对声浪。香港南华早报4月10号的报道称，小马克斯政府加强与美军事合作的做法正受到国内多个政治派别的集体抵制，其中包括其胞姐艾美·马克斯、前总统杜特尔特等重量级政治人物。反映不同声音最典型的代表是马克思的姐姐，是吧？她是菲律宾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她当时讲的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演习要在吕宋岛演习，对吧？吕宋岛离台湾只有1步之遥，所以她说呢，我不明白。她这个声音呢是高层的声音，所反映的话呢和军方不一样，因为菲律宾的军方呢是比较亲美的。所以愿意和美国呢多进行军事互动，而菲律宾的外交部门的官员以及菲律宾国内的舆论呢，是觉得如果跟美国走得太近以后，菲律宾的平衡政策就会受到挑战。